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普通话播客，我是李玉。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《小王子》，它不仅是一个童话，更是一本写给大人的寓言。今天我们把这本小说改编成了适合 HSK3 到 HSK5 水平的中文听力材料。在改编过程中，我们保留了原著的精髓，同时替换了部分生僻词，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中文，同时也能练习听力。你可以收藏这期播客，在你睡觉前、散步时或者做家务时听一听，它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中文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踏上小王子的旅程吧。第一章。6岁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本讲原始森林的书，书里有一张画，画着一条蛇正在吃一只动物。书里说，大蟒蛇不嚼东西，它把动物整个吞下去。看完以后，我想了很久，然后我用彩色铅笔画了我的第1幅画，这就是我的第1号作品。我给大人看了我的第1幅画，我问他们，我的画让不让他们害怕？他们说，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画的不是一顶帽子，我画的是一条蟒蛇，它肚子里有一只大象。为了让大人们看懂，我又画了蟒蛇肚子里的东西。大人总是需要解释。我的第2号作品是这样的。大人们看了我的第2幅画，他们告诉我，你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不要总是画画。因为大人们不懂我的画，我感到很失望，所以我放弃了当画家的梦想。我选择了另外一个职业，我学习开飞机。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我也认识了很多重要的人。当我遇到一个我觉得很聪明的大人时，我就会给他看我的第1号作品。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懂。可是他们都说，这是一顶帽子。他们什么都不明白。我也不想再跟他们谈论蟒蛇、原始森林和星星。我只跟他们谈论别的话题，比如打高尔夫球、打牌或者政治。大人们都觉得我是个很懂事的人。我就这样一个人生活着，身边没有能真正和我说话的人。直到6年前，我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上出了问题。第2章。我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出了问题。飞机的一个零件坏了。当时我身边没有飞行员，也没有乘客，我必须一个人修好我的飞机。水只够我喝1个星期。第1天晚上，我就睡在了沙漠里。那里离住人的地方很远，
我比大海中遇难的人还要孤独。早上，我被一个奇怪的声音叫醒了。一个可爱的小人儿对我说：“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。”什么？给我画一只绵羊？我感到很吃惊。在沙漠里，离我住的地方很远，我遇到了一个小孩。他看起来不累、不饿、不渴，也不害怕，他一点儿也不像迷路了。我又揉了揉眼睛，看着他。他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：“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。”我从口袋里拿出纸和笔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大人们不理解我的话，所以我的心很累。我对他说：“我不懂怎么画绵羊。”没关系，画一只绵羊吧。我从来没有画过绵羊，我就画了我会画的2幅画中的1幅，就是那幅肚子里面有一只大象的蟒蛇。那个小人儿看了我的画，他说：“不，我不要蟒蛇，它吞了大象，太可怕了。我家很小，我不要蟒蛇，我需要一只绵羊。”于是我又开始画。我给他画了一只绵羊，他仔细地看了看，说：“不，这只绵羊已经生病了，你再画一只吧。”我又画了一只，我的小人笑了，他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这只不是绵羊，是公羊，它有角。”我又画了1幅，可是这只也不行，这只太老了，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很久的绵羊。我没有耐心了，因为我着急修飞机。我随便画了一个盒子，对他说：“你想要的绵羊就在这个盒子里。”没想到那个小人开心了。太好了，我想要的就是这个，你看，他睡着了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小王子。第3章，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慢慢明白，小王子是从哪里来的。他总是问我问题，但是他从来不回答我的问题。他就是这样，一点一点的，我听到了他的故事。比如，他第一次看到我的飞机时，他问我：“这个东西是什么？”“这不是东西，这是飞机，我在飞。”“你在飞？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啊，真有意思。”小王子笑了，我听着他笑，觉得很难过。在沙漠里，我没有朋友，他怎么能笑我的困难呢？接着他又说：“那你也是从星星上来的吗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奇怪了。但是他继续问我：“你是从哪颗星星上来的？”我看着他，想了想。我的飞机坏了，我需要喝水。我觉得这不重要。但是小王子又问我了，我决定问他一个问题：“你是从别的星球来的吗？”他没有回答我，只是慢慢地摇了摇头。他看着我的飞机，又对我说：“这个东西不能带你回到你的地方。”
我听了觉得很伤心，他好像在提醒我，我不能回家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了我给他画的盒子，认真地看着。你的绵羊有足够的草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那个地方草不多。没关系，它吃草就够了。如果绵羊也吃花儿，那怎么办？绵羊也吃花儿？它还吃有刺的花吗？是的，它什么都吃。那花上的刺有什么用呢？刺没有什么用。不，这不对。花长刺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是为了告诉别人我很重要。小王子生气了，他第一次这么生气。我看着他，他哭了。第4章，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了解了小王子，也了解了他的星球。他第一次告诉我，他来自一个很小的星球，是他自己告诉我的。他说，如果你的星球不是很大，那你的飞机可以飞多远？我的飞机飞得很快，可以飞很远。那我的星球，它比房子还要小。我听了感到很惊讶。小王子的星球比房子还要小。我猜想，那可能就是小行星 B612。这个小行星只被一个土耳其人看到过一次，他用望远镜看到了它。在1909年，这个土耳其天文学家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他的发现，可是没有人相信他，因为他穿的衣服很特别。大人们就是这样。后来，这个土耳其天文学家又去了这个会议，这次他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西服，所有人都相信了他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是为了让大人们相信我。他们总是需要数字和证据。如果你告诉大人们，小王子很可爱，他笑了，他想要一只绵羊，这就是他存在的证据。他们会摇摇头，觉得你像个孩子。如果你告诉他们，他来自小行星 B612，他们就会相信，然后不再问你问题。他们就是这样。你可能会问我，为什么我对小王子的小行星这么感兴趣？其实，我不是为了让大人们满意。我画这些画，写这些故事，是因为我不想忘记小王子。忘记朋友是很伤心的一件事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朋友。而且，如果我忘了小王子，我就可能变得和大人们一样，只对数字感兴趣。我买了一盒彩笔，画了这幅画。我可能画得不太好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画画了，我的年纪也大了，所以我把小行星 B612画成这个样子。我可能画错了，但我希望你能理解。我希望你不要笑我。第5章，我慢慢地了解了小王子生活的细节，比如他每天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他的星球。
他告诉我，他的星球上有好种子和坏种子。好种子来自有用的植物，坏种子来自猴面包树。猴面包树的种子特别危险。小王子说，猴面包树的种子就像病毒一样，到处都是。如果你不早一点发现它们，它们就会长得很大，把你的星球弄坏。如果星球很小，猴面包树就会长满整个星球，它的根会把星球分成很多块，所以你必须每天早上都整理它。小王子说，当他刚睡醒，洗了脸以后，就应该马上把星球上的猴面包树苗拔掉。它们的样子刚开始和玫瑰花很像。他说，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工作，但却很重要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对我说，你画一只绵羊，它会吃猴面包树吗？猴面包树不是树，是草，所以它会吃。啊，我很高兴。我突然明白了，小王子画绵羊不是为了好玩，他需要一只绵羊来帮助他。我把我的飞机修好了，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水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想对他说，小王子，你的绵羊它不吃猴面包树。我给他讲一个故事，关于一个懒惰的人，他没有整理自己的星球，结果他的星球被猴面包树毁掉了。这不是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我画了那幅画，让我的朋友们都能看到。我画得很用力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第6章。第6天，我又知道了小王子的一件事。原来他很喜欢看日落。他对我说，我喜欢看日落，我们去看日落吧。可是我们要等。等什么？等太阳下山啊。刚开始，小王子看了我一眼，觉得我很奇怪，但是他马上笑了。他说，我以为我还在我的星球上呢，在我的星球上，我什么时候想看日落就什么时候看。因为他的星球很小，他只需要把椅子挪动几步就可以看到日落。有一天，我看了44次日落。小王子又说，你知道，当一个人心里很难过的时候，他就会很想看日落。你看了44次日落，是因为你很难过吗？小王子没有回答我。第7章。第7天。我的飞机还没有修好，我喝的水也快没有了。我坐在那里，很担心。小王子来找我，他对我说，坏心肠的人，你为什么总是说绵羊吃花？它们长刺又有什么用？这有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
我的螺丝刀掉在了地上，我正在努力把它找回来。我很着急，很生气。你说的这些不重要，我正在忙着重要的事。小王子看着我，我的脸很生气，他很难过，他摇了摇头，然后哭了。如果你爱一朵花，它只在你的星球上，只有一朵。有一天，一只绵羊突然吃了它，这难道不重要吗？小王子又哭了，他没有说出别的话。我把我的螺丝刀和所有不重要的事都放下了，我把它抱了起来，轻轻地摇它。我对他说：你爱的那朵花没有危险，我会给你的绵羊画一个嘴套，我也会给你画一个栅栏，保护你的花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觉得自己很笨，因为我只谈论螺丝刀和飞机。他慢慢地笑了。我对他说：你爱的那朵花很重要。他笑了，我也笑了。我觉得他很可爱。这个故事我写了8年，我慢慢地了解小王子，也慢慢地了解自己。我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，找到你自己的小王子。第8章，我慢慢地了解了那朵花。它一直住在小王子的星球上，但是它是一个很骄傲的花。它有一点特别，也有一点麻烦。有一天，它突然对小王子说：我马上就要开花了。它躲在绿色的花苞里，不想让小王子看到它。它慢慢地准备着，它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它花了很多时间才让它自己变得更美。终于，在一个早上，它开花了。它打着哈欠说：啊，我才刚刚睡醒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看起来还不太好。小王子觉得它很美，他说：你真漂亮。我希望早饭能准备好。那朵花马上说。小王子有点不好意思，他跑去找水，他用洒水壶给他浇水。他总是说一些让小王子不高兴的话。有一天，他对小王子说：我有一点怕风。小王子只好用玻璃罩把它盖起来。他还说：晚上很冷，你应该给我一个屏风。小王子很生气，因为他为他做了很多事，可是他总是抱怨。他开始不爱他了。小王子说：我不应该听他的话，我应该看他的行为，而不是听他的话。他让我很开心，他很香，我不应该离开他。大人们只看数字，他们不懂爱。他最后离开了他的星球。第9章，小王子决定离开他的星球了。他对那朵花说再见，那朵花没有哭。我就是这样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开心就好，他这么说。
小王子感到很奇怪，他怎么不生气了？他轻轻地把玻璃罩盖在花上，又浇了水，他觉得很伤心。再见，他又说了一次，但是那朵花没有回答。他咳嗽了几声，不是因为生病，而是为了让小王子难过。我不爱你了，我以前太傻了，他说，我太傻了，对不起，我希望你幸福。他又说，把玻璃罩拿走吧，我不需要了。可是风，小王子很担心。我不冷，那朵花说，我有我的刺。小王子不再说什么了，他觉得他做错了，他应该珍惜那朵花的好。在小王子离开前，那朵花最后对他说，你走吧，不要再等了。我爱你，我没有告诉你是我的错，但是你和我也一样傻。你幸福就好了。小王子离开了他的星球，他开始了他的旅行。第10章，小王子在旅行中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人。他先来到了第1个星球，这个星球上只有一个国王。国王看到小王子，高兴地说，啊，这里来了一个人。小王子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星球这么小，国王怎么能统治得了？国王对小王子说，你坐下吧，我正好想找人坐。小王子觉得国王很奇怪，但是他坐下了。我命令你坐下，国王说。小王子笑了，他想，国王的命令总是很奇怪。国王说，我命令你，我命令你，打一个哈欠吧。小王子说，可是我不想打哈欠。国王生气地说，我命令你打哈欠，打哈欠是我的命令。好吧，小王子打了一个哈欠。国王说，我命令你，我命令你。他不知道该命令小王子做什么了。小王子说，我在这里没有事情做，我想离开了。不要走，国王说，我让你当我的大臣。大臣？小王子觉得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管理。你可以管理我的太阳。小王子说，我不能管理太阳，它太大了。国王说，如果我命令太阳下山，它就会下山，但是我只会给它下合适的命令，比如我命令它在晚上8点下山。小王子笑了，他说，我想走了。我会给你很多东西的，国王说。小王子觉得，如果一个国王命令别人做事，却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，那也没有用。
他离开了这个星球。第11章，小王子来到了第2个星球。这个星球上住着一个爱慕虚荣的人。小王子看到这个人，他穿着很奇怪的衣服，坐在那里。啊，这里来了一个崇拜者，那个人高兴地说。小王子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星球上只有他一个人，他崇拜谁呢？爱慕虚荣的人对小王子说：你拍拍手，我就会向你鞠躬。小王子拍了拍手，爱慕虚荣的人马上向他鞠躬。再来一次。小王子觉得很有趣，又拍了拍手，爱慕虚荣的人又向他鞠躬。小王子问他：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我喜欢被人崇拜。你崇拜我吗？崇拜是什么意思？小王子问。就是承认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帅、穿得最好、最聪明的人。可是这个星球上只有你一个人呢。爱慕虚荣的人没有回答，他没有听到小王子的话。请你崇拜我吧，他要求。我不懂，小王子说。你为什么喜欢听别人说你最好？爱慕虚荣的人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看着小王子，希望能听到赞美的话。小王子觉得他很奇怪，然后离开了。大人们真的太奇怪了，小王子心里想。第12章，小王子来到了第3个星球。这个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。小王子在这里待的时间很短，他看到酒鬼坐在那里，前面摆着很多酒瓶子。小王子问他：你在做什么？酒鬼回答：我在喝酒。你为什么要喝酒？小王子问。为了忘记。忘记什么？小王子感到有一点难过。酒鬼回答：忘记我很羞愧。你为什么羞愧？小王子问。酒鬼回答：我为喝酒而羞愧。酒鬼什么也没有说，他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。小王子觉得这个星球上的人很奇怪，他离开了这个星球。大人们真的非常奇怪，小王子在心里想。第13章，小王子来到了第4个星球。这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商人。商人坐在那里很忙，他连头都没有抬。小王子问他：你好，星星是你的吗？是的，是我的，商人回答。可是星星有什么用呢？小王子问。商人回答：星星可以让我很富有。富有什么用呢？有了钱，
我就可以买更多的星星。商人对小王子说：我在银行里有钱，我把星星写下来放在银行里，这就证明了星星是我的。小王子觉得很奇怪。这很有意思，商人说，你有一个手帕，那是你的；你有一朵花，那是你的；我有很多星星，它们也是我的。可是星星不是你的，小王子说。商人回答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什么也没有为它们做。我的星球上有我自己的花，我每天给它浇水；我有我的火山，我每天都清理它们。我拥有它们，因为我为它们做了很多事。你呢？商人没有说话。小王子离开了这个星球。大人们真的很奇怪，小王子在心里想。第14章，小王子来到了第5个星球。这个星球很小，上面只有一个点灯人，还有一盏路灯。小王子觉得这个人是他遇到的唯一一个不奇怪的人。他按时工作，他很有用。当小王子到达这个星球时，点灯人正准备点亮路灯。你为什么点亮它？小王子问。这是命令，点灯人回答。命令是什么？每天晚上我必须点亮路灯，早上我必须把它灭掉，这就是命令。可是这个星球这么小，你每天要走多少步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这个星球转得越来越快了，我工作的也越来越快了。你为什么不休息？没有时间休息。点灯人说，我早上必须把路灯灭掉，晚上必须把它点亮。这个星球转得太快了，我1分钟都不能休息。小王子看着他，感到有一点难过。他想，如果能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一直看日落就好了。他有点想帮助他，但是点灯人太忙了，他没有时间听小王子说话。再见，小王子说。再见，点灯人回答。小王子离开了这个星球，心里想，这个人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可以当朋友的人。他很辛苦，但是他有用。他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别人。小王子觉得他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星球太小了，没有地方可以休息。第15章，小王子来到了第6个星球。这个星球比以前的都大10倍，上面住着一个老先生，他正在写一本很大的书。啊，这里来了一个探险家。老先生看到小王子，高兴地说。小王子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，他很累了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老先生问。我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小王子回答。
这个星球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地理学家，老先生说。地理学家是什么？地理学家就是研究哪里有山，哪里有河，哪里有海的人。这很有意思，小王子说。你的星球上很美，有海洋吗？我不知道，老先生回答。有山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有城市、河流、沙漠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小王子觉得很奇怪，他问：你是一个地理学家，可是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是的，老先生说。我不能知道，地理学家不离开自己的房间。我太老了，不能到处走。我只看书，我只听探险家说。我来给你讲讲我的星球吧。我的星球上有一朵花儿。老先生说。我们不写花，因为花不会永远存在。什么？小王子很吃惊。花会消失？是的，花很快就会消失。老先生回答。小王子感到非常难过，他想，他离开的那朵花可能很快就消失了。我应该带上我的花，他心里想。他离开了这个星球，他决定去地球看看。第16章，小王子来到了第7个星球，也就是地球。地球是一个很大的星球，上面有111位国王，7000位地理学家，90万位商人，750万个酒鬼，3亿1100万位爱慕虚荣的人。这些人都住在这个星球上，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，他们都在演自己的戏。小王子说，在大人们看来，他们都非常重要。小王子觉得，如果这些人都住在自己的星球上，那就会很挤。但是他知道，地球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。比如，地球上有2亿个点灯人，从澳大利亚到美国，他们都在忙着点灯。当一个点灯人点亮路灯时，另一个点灯人就会把路灯灭掉。这个星球上的点灯人就像跳舞一样，一个接一个。小王子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他很想和一个人说话，但是他没有找到。他只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人。这个人坐在那里，什么也没有做。这是谁？小王子问。这是我，那个人回答。小王子觉得他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星球，他要找一个朋友。第17章，小王子来到地球后，他有点害怕。地球太大了，人也太多了。他先落在了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上，这里没有人，也没有动物，很安静。他看到了一条金色的蛇。晚上好，小王子说，
晚上好。蛇回答：我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的星球。小王子说：这是地球。蛇说：这是一个很大的星球。小王子看着蛇，觉得它很奇怪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蛇问。我有点难过，小王子回答。如果你难过，我会帮助你。如果你想回到你的星球，我也可以帮助你。蛇慢慢地说。你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能帮助我？小王子问。因为我能把人送到任何一个地方，蛇回答。小王子有点害怕，他想，这条蛇它能说什么？你不会害怕吗？蛇问。不害怕，小王子回答。如果你能帮助我，我会感谢你。但是我现在不想回到我的星球，我只想找一个朋友。蛇笑了。地球上没有朋友，蛇说，人太忙了，他们只知道工作，不知道怎么交朋友。那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小王子问。我在等待，蛇回答。小王子没有再说什么，他觉得这条蛇很奇怪，但是他说的话很有意思。第18章，小王子又走了很远的路，他穿过了沙漠，也没有找到人，他只看到了一朵小小的花。你好，小王子说。你好，花回答。小王子问，人在哪里？花说，人，我想大约有6、7个人吧。很多年以前我见过他们，但是他们没有根，风会吹走他们，他们过得不好。风会吹走他们，小王子觉得很奇怪。是的，风会吹走他们。花说，他们为什么没有根呢？他们没有根，所以他们不能在这里。花回答。小王子觉得这朵花说的话很有意思，他想，如果他能找到一个人，那该多好啊！他继续往前走。第19章，小王子又走了很久，他爬上了一座高山。他以前见过的山都只有膝盖那么高，他觉得这座山一定很高。他心里想，从这么高的山上，我一定能看到整个星球，看到所有的人。但是他只看到了很多尖尖的石头。他对着山大声喊：你好！你好！山谷回答他。你是谁？小王子问。你是谁？山谷回答。我们做朋友吧，小王子说。我们做朋友吧，山谷回答。大人们真的没有想象力，小王子在心里想。他觉得
他听到的声音和他的星球上的回声很像。他想，他听到的回声可能只是在重复他自己的声音。小王子心里想，我的星球很小，上面有一朵花，它总是先说话，然后听我回答。而这里，我只是在听自己的声音。小王子有点难过，他想，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朋友，那该多好啊！他继续往前走。第20章，小王子又走了很久，他看到了一条路，他沿着路走，终于来到了一个花园。这个花园里有很多玫瑰花。小王子看到这些花，心里很难过，因为他自己的星球上只有一朵玫瑰花。那朵花曾经告诉他，我是宇宙中唯一的一朵玫瑰花。但是这个花园里有5000朵玫瑰花，它们和他的花长得一样。小王子心里想，我以为我很富有，因为我有一朵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花。可是我只有一朵普通的花。小王子坐在草地上，哭了。第21章，小王子看到了狐狸。你好，小王子说。你好，狐狸回答。你是谁？小王子问。你很美。我是一只狐狸。来和我玩吧，小王子说。我很伤心。我不能和你玩，狐狸回答。我还没有被驯服。驯服是什么意思？小王子问。驯服就是建立关系。对我来说，你现在只是一个小男孩，和别的小男孩一样。我不需要你。对你来说，我也只是一只狐狸，和别的狐狸一样，你也不需要我。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，我们就会需要彼此。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狐狸说。你的声音会和别人的不一样，我会认识你的脚步声，我不会再害怕。我的生活很无聊，狐狸又说。我每天都去抓鸡，所有鸡都一样，所有人都一样。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，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很特别。我会知道你的脚步声和别人的不一样。我的耳朵会听到你的脚步声，我就会跑出洞穴来见你。如果你想看日落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狐狸说。小王子听了，心里觉得很温暖。我有一朵花，小王子说，我觉得我应该去驯服它。狐狸对小王子说，你回到你的星球吧，你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的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小王子离开了狐狸，他回到那个花园，他又看到了那些玫瑰花。你们很美，
小王子对他们说：但是你们很空，没有人会为你们死。我爱的那朵花，虽然你们和它长得一样，但是它对我来说是特别的，因为我给它浇水，我给它盖玻璃罩，我给它听我的心事。它是我的玫瑰。小王子回到狐狸身边，对他说：再见。再见，狐狸说。但是我送你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很简单，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只能用心去看。第22章，你好，小王子说。你好，手道工说。手道工的工作就是让火车来来回回地走，一列火车，再来一列火车，又一列火车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忙？小王子问。为了寻找，手道工回答。你们在寻找什么？没有人知道，手道工说。一列快速的火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。他们在寻找什么？小王子又问。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，他们只是在火车里来来回回地走，手道工说。又一列火车从他们身边经过。只有孩子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，小王子说。他们会把脸贴在玻璃上，他们会把鼻子贴在玻璃上，他们会在火车里看风景，他们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。手道工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着火车一列一列地过去又回来。只有孩子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，小王子又说了一遍。第23章，小王子又走了很远，他看到一个卖药丸的人。你在卖什么？小王子问。我在卖解渴的药丸，那个人回答。吃了这种药丸，1个星期就不用喝水了。你为什么要卖这种药丸？因为这可以节省很多时间，那个人回答。如果你1个星期不喝水，你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什么呢？小王子问。可以用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那个人回答。小王子心里想，如果我有1个星期的时间，我会慢慢地走，走到有水的地方。我不会买这种药丸。他觉得大人总是很奇怪，他们总是想省下时间，却不知道要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。第24章，我的飞机坏了，我喝的水也用完了，我感到非常累。这时，小王子对我说：我很高兴，我们又能一起看日落了。他没有回答我，因为他知道我很难过。他没有回答，因为我没有问他。他说：你渴吗？我们去找一口井吧。
我感到很惊讶，他怎么知道沙漠里有井呢？他没有回答我，只是慢慢地走着。我也跟着他走，我们走了很久，天黑了，我们看到了星星。我听到了星星的声音，像很多铃铛一样。小王子说，星星之所以美，是因为有一朵花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我听着他说话，觉得很感动。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只能用心去看。小王子又说。我把小王子抱了起来，他很轻，我继续走，心里想，他是那么脆弱，那么小，他需要我。我在沙漠里走了很久，我终于看到了井。第25章，我找到啦！我大声喊，这就是井。小王子说。我把水提了上来，我们喝了水，我感到很开心。小王子说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爱那朵花，我愿意为它画画，我愿意为它做任何事。我看着它，心里想，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只能用心去看。第26章，6天以后，我们在这里遇到了蛇。小王子对我说，我很高兴你修好了你的飞机。是的，我回答，我很快就能回家了。小王子没有说话，他有点难过。我知道他也要回到他的星球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以前告诉你，我爱那朵花，它需要我。小王子又说，我今天晚上要回到我的星球，你不要来找我，你不要哭。我不会哭，我回答。他知道我在说谎。我感到很难过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不要害怕，他说，我会一直在你的心里。然后他看着我，又笑了。第27章，6年过去了，我的飞机也修好了，我回到了我的国家。但是我没有忘记小王子。我常常想，小王子现在怎么样了？那只绵羊有没有吃了它的花？他告诉我，如果绵羊吃了花，那么星星就会变得很奇怪。我有时候看着天空，会觉得星星很亮，但是我心里又想，那朵花它是不是还在呢？小王子说过，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看，所以我用心去听星星的声音。我听到了很多铃铛的声音。小王子说，如果你想让我开心，你就看着星星，然后笑吧。所以我常常看着星星，然后笑。我觉得它就在我的身边。